这篇文章建议买了沙发的朋友们不要看，我怕你看完之后会扎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在装修新房时，往往没有太多经验，在选择家具上也是主要看颜值和价钱，本着好看就行、便宜就行的前提下买东西，基本就会忽略这些东西的基本作用。就比如沙发，沙发是一个家的门面担当，也是客厅的灵魂，它既要体现主人的品味与档次，又要满足生活的舒适与便利。这一期根据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，总结了沙发的7步选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坑。不是瞎说，都是经验教训。1. 扶手太窄的沙发不要选，低于13厘米以下。精致的造型，简约的线条感，特别是小户型比较适合窄扶手沙发，更节约空间。但是好看归好看，舒适体验感却不佳。扶手太窄真的不舒服，手和胳膊不好搭在上面不说，还不能靠，也不能枕着休息，舒适性大打折扣。网友反馈，网友天天向上，当初为了节约空间，选了扶手窄的沙发，用了之后真的不舒服，不能搭手，还不能枕，好郁闷。小东建议选择扶手宽度在20厘米左右的比较舒适，而且还不占用空间。2. 低靠背的沙发不要选，低靠背沙发看起来简约时尚，而且摆在客厅也很出效果，很受当下年轻人喜爱。但是我们选沙发不仅仅是为了好看，还要有足够的舒适度。那这种低靠背沙发，后期使用时候其实很不舒服。试想一下，工作一天回到家，换好衣服，基本上都会靠在沙发里刷一会，手机缓缓发。可是低靠背沙发因为高度不够，后背没有有效的支撑，我们的肩、颈、头部都是悬空的，坐上一会就会非常累。网友反馈，网友李某某踩雷了，当初看着很大气，结果中看不中用，没有靠背坐着腰不舒服，心塞啊。小东建议靠背高度选大于等于550毫米。最为舒适。3. 坐宽太深或太浅的沙发不要选，坐宽深度不低于55厘米，不高于75厘米。坐深宽的沙发，视觉大气，半躺舒服，确实对年轻人诱惑不小。但坐宽太深的沙发对小户型特别不友好，高于75厘米，非常占空间。再有就是家里来客人的情况下，坐前面点靠不了背，时间长点特别累，坐后面点腿又挨不了地，不舒服还尴尬。网友反馈，网友酷靠太太，对于我来说几乎不坐主人家的沙发，因为现在的沙发对客人并不友好，你总不能跑别人家里躺着吧。但是这种坐身大靠背高的10分钟我就腰疼了，这种只适合自己躺。然后我们来讲讲坐宽浅的沙发低于50厘米，首先腿部悬空不舒服，另外坐久了会非常累，躺在上面还翻不了身。网友反馈，网友小可爱家，第一次买沙发没关注什么坐身问题，就看颜值，买到手之后才知道不能买太浅坐身的，我比较喜欢躺在沙发上，真的搞不好一翻身就在地上了。小东建议坐宽深度在65至75厘米最为舒适。4. 坐垫太硬或太软的沙发不要选，之所以不推荐，是因为这2类沙发都有天然的缺陷，纯框架、薄海绵，没有太多海绵填充物，回弹差，这样的沙发坐着非常硬，特别不舒服。还有一些特殊造型的沙发，为了造型不便，所以做得非常硬，这样的沙发也不要选，坐久了硌屁股，也是很不舒服。网友反馈，网友7真的是糟心，颜值我还是满意的，就是坐感太不舒服了，坐10分钟以上我就想离开。5. 多功能沙发不要选，多功能沙发可坐可躺，还有充电、按摩甚至储物的功能，总之各种五花八门的功能增加卖点，吸引你的眼球。当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求，但是很多功能其实都不常用，还额外增加了造价，并且功能越多，后期出现维修问题的概率就大很多，很坑，妥妥浪费钱。网友反馈，网友星星，我家电机也坏了，插电就跳闸，修了好几次，真郁闷。网友罗罗，这种沙发下面离地面很低，扫地机器人进不去，没办法打扫，而且好多功能也不经常使用，还比正常沙发贵，不值。小东建议沙发满足最基本的舒适、实用、高档就非常好了，要是想放松再入个单独的按摩椅，那多香。6. 异形沙发不要选，很多人被各种异形的沙发吸引，觉得有特点、有风格，还特别艺术，并且很有设计感，但这种沙发往往都是冲动买时易时爽，华而不实，很鸡肋，买到家里跟其他家居搭不到一块去，还非常占地方。网友反馈，网友娇娇呀，网上看到异形沙发很网红，就跟风了，结果到家之后真的不适合小户型，又宽又胖，而且不是正版的做工也很粗糙。网友花椒真的很挑户型，
并且非常吃空间、占地方。听人劝吃饱饭，打算换直排的了。小东建议选择跟整体风格一致且舒服大气最为重要。当然，如果你特别个性、特别喜欢，请略过这条。7. 科技布沙发不要选。科技布沙发我特别不推荐买它的人：第一，预算有限，买不起皮的；第二，懒得打理，不想买布面的。但用过的人就知道它有多糟糕了。总结下来，科技布沙发坚固不耐脏、不易打理、变形、掉皮这些缺点于一身，它只会坑一批追求潮流的人，然后就会被时代淘汰掉。就好比曾经的曲面屏电视一样。网友反馈：网友艾特呱呱呱呱呱呱，极度不耐脏，擦了还会有水印，这哪是买了个沙发，这是买了个小祖宗供着，妥妥大冤种，分分钟想扔了。网友艾特是倩倩，说是好打理的卫生的科技布沙发，这才2个月就被家里的小神兽造成这样了。网友艾特野蛮区奇 B， 啥科技布不科技布的，就是人造皮，换了个说法而已，用不了多久就掉渣了。小东建议预算够买皮的，预算有限买布艺。另外，说实话，咱们新家装修买沙发，可能一用就需要用它个7、8年，甚至更久。所以，沙发一定要选后期使用起来省心省力的，千万别图便宜，因小失大。结语：最后奉劝大家，买大件家具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就比如沙发，在生活中承担着很重要角色，不仅颜值要高，还要有足够的舒适性。油烟机是咱们每家每户厨房里不可或缺的大家电，一日3餐都得用到它，所以油烟机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现在市面上的烟机不仅种类多、品牌众多，而且价格也是参差不齐。其实很多人对于烟机在选购方面也是一知半解，这也导致了买回去的烟机要么不好用，要么就是花了太多钱，一不小心就交了智商税。之前文章我也分享过，教大家如何挑选烟机，什么性能参数更重要。而本期我会结合烟机的选购技巧以及自己的使用体验，告诉大家哪些烟机不建议买，帮助大家成功避坑。1. 不买太贵的烟机。油烟机价格便宜的几百元就能买到，贵的则要好几千，但是不是一定要买贵的？其实不然，衡量烟机的好坏有2个重要的指标：风量和风压。理论上来讲，风量越大，代表着快速吸入油烟的能力就越强。比方说，主流烟机风量还集中在15至18立方米每分钟，但现在很多烟机已经可以做到19至22立方米每分钟。但是风量大了，烟机一定抽得干净吗？也并不一定，还是得看风压。风压可以理解为当烟道阻上时，烟机的推力有多大。比如说，如果同时一个烟道里家家户户都在往里面排烟，越往上烟道的压力就越大。这时候，如果你家的烟机风压不够，风量再大也没用。因此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住的楼层越高，对于风压要求越高。如果你住的是10层以上的小楼，选择300帕风压比较合适。那如果高于10层的话，选择400帕以上的烟机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所以，当你了解这2个指标之后，你会发现3000元的油烟机可能还不如2000元的烟机吸得干净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油烟机不用买太贵的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更重要。2. 不买顶侧双吸的烟机种类。除了大家熟知的顶吸和侧吸烟机，近些年还推出了顶侧双吸的新型烟机。由于它的外形从侧面看很像一个数字7，所以也叫它7型烟机。正如它的名字，它是有2个吸烟区域，结合顶吸吸力大、噪音小的特点，同时还具有侧吸风口离油烟近、不碰头的特点，因此也一度受到大众的青睐。顶侧双吸烟机虽然提升了吸油烟的效果，但是也有显而易见的缺点。一台油烟机里面2套动力系统，成本上势必会高出不少，意味着它的价格注定不便宜。2套系统同时工作，噪音值也会高出很多，工作时噪音大，势必会影响做饭时的体验感。因此，基于这2方面的原因，导致这种新型烟机产品综合性价比是不高的。3. 预算低，不买集成灶。集成灶也是新兴的厨房电器产品，简单来讲，它是一种集合型电器组合，不仅能满足烹饪需求，同时还有蒸烤箱以及消毒柜等功能。而且集成灶不同于传统烟机，走得下排风采用低吸进排，所以吸油烟的效果要远远高于上排烟机。另外，因为它的排风口离灶具最近，可以瞬间吸走油烟，轻松实现油烟不过脸。集成灶因为吸油烟效果好，功能多，更节省厨房空间，这也是很多人选择它的原因。但是集成灶也并非完美的，比如说部分品牌集成灶并非模块化设计，这就导致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不方便维修，可能一个零件出故障了，整机都没办法使用。另外，
多是集成多功能设计，给深度清洁也带来很大的障碍。而且必须要承认一点，集成灶目前它还是个新产品，市场占用率低，这也导致了集成灶市场两极分化严重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好的集成灶溢价太高，动辄1-2万元，而低端集成灶质量又不行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高预算，还是不建议去选择集成灶。4. 不买噪音大的。其实，在挑选油烟机时，除了要看抽油烟机的吸烟能力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往往被很多人忽略，那就是噪音的问题。如果你家烟机工作时噪音太大，听着心烦不说，也会影响做饭人的心情。那对于家用油烟机，噪音值选择在多少分贝合适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也特别问过卖家电的老板，他告诉我说，目前抽油烟机的国家标准噪音不超过65至68分贝，理论上来讲，标准至少在70分贝以下，如果高于这个值就不建议选了。据他所说，目前一些比较专业的烟机品牌，噪音大部分被控制在60分贝以下。5. 不买杂牌烟机。很多人认为油烟机结构简单，就是电机加外壳，技术含量并不高，所以会误认为只要能吸走油烟，买个几百块的杂牌也能用。其实杂牌和品牌油烟机区别还是很大的，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就是配置的电机不同，说白了，电机就是油烟机的心脏，因此它也直接关乎到烟机的使用寿命和性能。像便宜的杂牌烟机，因为成本低，所以配置的电机也很一般，日常使用时必然会出现噪音大、吸力不足且容易损坏的情况。而品牌烟机多是纯铜电机，不仅马力大，吸力更强劲，而且寿命长。第二，杂牌烟机在产品节能方面也不行，一般多数都是高能效的，日常使用时特别耗电。第三，另外像这种低成本的杂牌烟机，基本是没有售后的，用坏了就只能扔掉。所以综合来看，杂牌烟机不建议买，虽然价格确实便宜，但并不能满足日常的烹饪需求，花再少的钱也是浪费。结语，对于中国家庭来说，都有一日3餐下厨的习惯，所以选择一台好用的烟机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以我个人经验，选购吸油烟机的标准，至少得满足吸力大、噪音低，且有快速彻底分解油污的能力，这3个硬性指标缺一不可。其次，咱们再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偏好来定品牌和款式。近些年在家庭装修中很流行做砌墙衣柜，一听说省钱又环保，很多人都想照着做。没错，当初我家装修也是这样跟风的，但真实情况确实如此吗？砌墙衣柜有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？目前使用1年了，来客观的谈谈感受。说到砌墙衣柜，不得不面对的4个突出问题。1. 成本造价并不便宜，好多装修博主说家里面做定制衣柜几万块，然后做这个砌墙衣柜省了好多钱，1800块钱就搞定了。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先不说砌墙，加上里边的5金挂件，然后还有你的柜门，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。其次，再说木工、瓦工、油漆工，这些工种就算你家亲戚，你还要给钱，对吧？所以说省钱多少会省一点，但真的没网上说的那么离谱。就拿我家的砌墙衣柜给大家算一笔账，我家这个宽度1.6米，深度60公分，高度2.7米，其中砌墙加地台加刷乳胶漆的费用大约1000元，某宝买的5金挂件加安装费1200元，衣柜推拉门花费907元，总造价大约花费3107元左右。如果做定制衣柜，我家这个4.32平方的投影面积，不说用最好的板材，普通10级的颗粒板市场价大约750元每平方米一个投影，整个柜子做下来不过才3240元。当然，有些人会说5金挂架有便宜的，不装柜门可以挂个帘子，这样做确实省钱，但压根不实用啊。先不说便宜的置物架不仅丑，后期还容易变形影响使用，关键是你能做到家里常年不进蟑螂或小强之类的。假如有小动物在衣柜里面打窝，你就等着哭吧。2. 施工难度大，工期长。说到工期，那就需要先了解一下砌墙衣柜的施工过程。第一步，需要用水泥砂浆加上砖块砌成的一面墙，类似于普通衣柜的柜体。第二步，还需要在地面砌一个地台，作用是防止地面反潮。第三步，就是对墙面劈灰、找平、打磨、刷乳胶漆或者贴墙纸墙布。最后一步就是安装金属配件和柜门了。整个过程不仅繁琐，而且难度系数也大，特别是一些横轨、竖轨、金属隔板以及柜门的安装，都需要很高的专业性，不然后期的问题就是层出不穷。假如做定制衣柜，那按照基本的施工装修流程走即可，而且对安装和施工要求也没那么高。3. 美观性不如定制柜。
我们做衣柜的目的主要是收纳和保护衣服，那不论是砌墙衣柜还是定制衣柜，都能实现这个功能。所以咱们抛开这个不讲，单从衣柜的美观度这个角度来说，坦白讲，砌墙衣柜的美观度很难做好。就比如衣柜的这些收口做不到很完美，柜门也无法做到严丝合缝。就我家这个砌墙衣柜，钱也没少花，效果是差强人意，总有一种出租房的既视感。假设按照网友的建议，简单的采用金属架加布帘的形式，做得再 low 一点，那就真和超市里的货架子、仓库性质一样了。反观定制衣柜，无论是细节处理，还是通顶柜门的设计，它的这个美观度都要完胜砌墙衣柜。4. 防潮防湿抗污性差。衣柜其实本身就是要讲究一个密闭性的，只有密封性和防潮性好，才可以保护我们存放在里边的衣物和被褥。那就这2点来看，和定制衣柜相比，差的不只是一星半点。先说防潮防湿，咱们这个砌墙衣柜内部是不是要刷乳胶漆、批腻子，或者是贴壁纸或墙布？像我们北方可能问题不大，但是在南方湿气潮气就比较重，特别是赶上黄梅天，墙面起鼓发霉的几率非常大。除非柜门别装，挂个帘子保持通风，但又影响它的美观性和密闭性。再说密封性，这个砌墙衣柜，不管你装什么样的柜门，都无法做到严丝合缝，特别是在北方，风尘都比较大，这就导致时间一长，里边的衣物全是灰尘，因为它密闭性不强。当然了，有些人看到这里会表示不服气，说为啥不把防霉防潮措施做好呢？我想说，防霉防潮材料费、工费不要钱吗？咱们做砌墙衣柜的初衷不是为了省钱吗？如果说花同样的预算，还不如做普通定制衣柜了。砌墙衣柜有优点吗？看到这里，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砌墙衣柜真的是一无是处，毫无优势可言吗？其实也不绝对。虽然砌墙衣柜在美观性和实用性方面确实不如定制衣柜，但它最大的优势是环保性高，这点我很认可。砌墙衣柜的主要材料就是墙面加金属置物架，和板材衣柜相比，绝对的环保。另外，它的内部采用的是可调节的金属置物架，这就代表它的灵活性比较强。和定制衣柜不同的是，金属架可以根据使用习惯和需求，任意调节它的高度和位置。那普通定制柜一般都是固定的，就算内部格局不满意，也无法改变。总体来说，砌墙衣柜的优势是环保性高，功能多，可塑性强。要说能省多少钱，那真的不好说。但就我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，砌墙衣柜在颜值和实用性方面确实不如定制衣柜。综合我上面说的这些真实感受，到底要不要做砌墙衣柜，那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老一辈人装修经常会说金厨银卫，代表着厨房和卫生间的装修至关重要，因为这2个区域是我们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地方，装修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入住后的生活品质。因此，给卫生间装修应该比客厅和卧室更要用心，马虎不得。为了让生活更加完美，装修少留遗憾。本期小东为大家分享关于卫生间的7个装修经验。若是在装修，卫生间一定期不装，不是怕多花钱，关键是不实用。1. 不装直冲式马桶。当初买马桶的时候，想着日后每天都会用，没有选便宜的分体式马桶，选了外观造型更好看的连体式马桶。而且知道选马桶一定要看釉面，釉面要选光滑细腻，表面没有气泡的那种，后期使用不会挂污渍。但是还是踩坑了，买回家才发现是直冲式马桶，不但冲水声音大，而且防臭效果不好，经常反胃。小东建议，如果你和家人对噪音敏感，夜里上厕所会因为噪音大影响睡眠的话，建议选择虹吸式马桶。虹吸式马桶不但冲水噪音小，而且防臭效果好。目前虹吸马桶分漩涡式和喷射式2种，如果给老人使用，更建议选择冲力更大的喷射式虹吸马桶。2. 不装木门，后悔卫生间当初装了木门。当初想着和卧室木做配套，这样家里整体装修风格会更统一，装饰效果也更显高档。等入住了才发现，木门并不适合卫生间这种潮湿环境，尤其是我家卫生间小，也没做干湿分区，时间一长，木门表面明显开边起皮了，影响颜值不说，还担心日后会发霉生虫，很是头疼。小东建议，装修一定是实用高于颜值，不能为了好看而忽略了实用性。像家里厨房、卫生间、阳台，但凡能接触到水源的地方，更推荐大家使用金属材质的门，不但环保性高，没有甲醛，而且还防水防霉。比如
选择流行的长虹玻璃金属门，建议做极窄边框玻璃，选超白玻，颜值和实用性一样不缺。3. 不装灯暖浴霸，当初家里选择装了灯暖浴霸，想着即开即热，升温快，随时可以淋浴冲澡，不需要提前预热。但是灯暖浴霸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温度不均匀，用过的人都知道。灯暖就是照哪拿热，照不到的地方就冷，使用过程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头热脚冷，非常不舒服。而且灯暖的强光还比较刺眼。小东建议，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，建议大家选择风暖浴霸。风暖浴霸虽说不能即开即热，但温度均匀，不会忽冷忽热，而且没有光源，不会烤皮刺眼。最重要的是安全性高。另外提醒大家，安装风暖浴霸不要装在淋浴区的正上方，边冲澡边吹风，容易感冒着凉。4. 瓷砖不用填缝剂。我家最让我懊悔的卫生间瓷砖没有用美缝剂，用了填缝剂填缝。当初瓷砖铺贴后也想着做美缝，但瓦工师傅和我说，之前没说要做美缝，所以铺砖的时候缝隙留小了，没办法做美缝，只能将就用填缝了，还说是为了给我省钱。结果不出塑料，没过半年就发现接触水的地方发霉变黑了，特别难看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瓷砖建议用美缝剂，美缝剂遇水不发霉，不褪色。如果要做美缝的话，一定要提前和瓦工师傅说，铺贴时预留好缝隙。墙砖建议缝隙至少在1至1.5毫米，地砖建议2至3毫米。另外，颜色选择和瓷砖接近的颜色效果最好，切记尽量不要选白色美缝剂，时间久了会发黄。5. 不装智能镜。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，近些年卫生间智能镜也开始流行起来，尤其对爱美的年轻人来说诱惑不小。比如智能调光变色，让你照镜子时美美的，还有智能温控除雾，随时梳妆不用等待，同时在你洗漱或沐浴的时候还能来段音乐。但是实话实说，这些功能看似强大，但是并不实用，因为一般家庭的卫生间面积都比较小，收纳不足的话会导致很多洗漱用品、化妆品根本没地方放。小东建议，对于寸土寸金的卫生间来说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做足收纳功能。与其花700-800元装一面镜子，不如花一样的钱换一个镜柜来的实在。用镜柜能满足日常照镜子的需求，同时还能有效的利用空间，增加储物收纳。6. 不装深色砖。当初想着卫生间能装出点高级感，于是选了大理石纹理的深灰色地砖。本来想着颜色越深越显高档，但是对于小卫生间真的不适合。虽然我们家是明卫，白天是有光线的，但还是感觉太暗了，而且整个卫生间小了一圈的感觉。另外，深色砖也特别不耐脏，有点水渍就特别明显，每天都需要擦上几遍。小东建议，除非你家卫生间面积很大，不然深色瓷砖真的要慎选，否则大白天的去下卫生间还需要开灯。面积小的卫生间更建议选择浅色或米色系，空间更显明亮，而且比较耐脏，平时有点灰尘还不容易看出来。7. 不装直排式下水。现在卫生间流行装悬空浴室柜，颜值高，而且柜下储物、打扫都方便，但是前提是需要把传统的直排式下水管改成强排下水，不然那根丑陋的下水管就只能裸露在外，影响美观不说，下水管四周还会形成卫生死角，不但难打扫，时间久了还容易滋生细菌。小东建议，现在改强排下水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45度弯头出墙，这种施工方便，更简单直接，因为洗手盆标配的软管与45度入墙最配，插上即可，但缺点就是密封性差，后期还容易反胃，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另外一种90度出墙，单独配专业下水器连接，不但美观度高，不容易堵，而且还能有效防止反异味。结语：一个好的卫生间装修不仅要好看，更重要的是实用。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装修细节，如果我们不够重视，就会影响到入住后的生活质量。所以提醒大家做好细节把控，提高咱们日后生活的舒适度。很多人买家电都去挑便宜款，一方面是因为装修完房子手头确实拮据，另一方面会认为家电更新换代的快，没必要买太贵的，选个基本款用几年，淘汰了再买新升级的款式。不可否认，有些刚需家电技术上相对比较成熟，即使是选择入门款也能满足日常需求，但有些家电却是一分钱一分货。比如以下这4种电器，建议你有钱就买好的，没钱还不如不买。如果买便宜货，问题太多，使用起来也糟心。1. 投影仪。家用投影仪
相比于传统的液晶电视，可以投射出更大的屏幕，能够满足沉浸式的观影体验，所以很多人都会考虑在家里安装一台投影仪。但是大家发现没有，这货价格跨度太大，便宜的才几百，甚至不到1000元就能买到，而贵的投影仪几千元到大几万的都有。那便宜的和贵的投影仪到底有什么差别？其实它们主要的区别就是画面的清晰度和亮度。如果买的太便宜，那真的会影响观看体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白天的还必须要拉上窗帘才能看，晚上想要画面的清晰度高一些，就必须要关灯观看，可以说非常影响观看体验。另外，便宜的投影仪通常噪音也比较大，机子用没多久就发热的要命，所以如果你买投影仪是打算放在客厅代替电视使用的话，建议你选择投影仪的分辨率最低也要达到 1080p 或抖 4K， 流明亮度至少要在2000 ANSI 以上，这样才能达到相对比较不错的观影效果。但通常这种配置的投影仪价格普遍偏高，一般都要大几千甚至上万，所以如果预算不高，还不如去买一个价格低一点的液晶电视更靠谱，至少在画质和清晰度方面足够满足需求了。2. 集成灶。集成灶和传统的分体式烟机相比，吸油烟的效果更好，造型更美观时尚，而且集成灶还具备多功能一体、更节省空间等特点，因此特别受到厨房面积较小或者想做开放式厨房的用户的青睐。但是市场上集成灶的价格也是参差不齐，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。很多人会因为集成灶的油烟吸净率都差不多，功能也类似，同样都能使用，干脆就买个便宜的入门款。但是我奉劝你不要买那种太便宜的，因为低端的集成灶大多是那种半模块设计的，一旦某个零件坏了，可能就全部换掉，维修成本太高了，而且比较贵。而贵的集成灶则是相对独立的，比如烟机灶具部分、蒸烤箱部分以及控制面板，很多部件可以独立的拆卸，而且相互电路互不干扰。说白了，就是哪坏了就修哪里，更换方便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噪音的区别，便宜的集成基本都是定频电机，双向风道，使用时噪音极大，而贵的集成灶大多数搭载的都是变频电机，采用单向直排风道，大大降低了噪音问题。所以如果想买集成灶，要么买高端的，要么干脆别买。与其买一个普通的入门款，天天用着糟心，还不如花同样的钱去选择一个大牌的分体式油烟机。3. 洗碗机。洗碗机说它是新时代懒人们的福音，一点不假。很多人买洗碗机的初衷就是能够解放双手，代替自己做家务。但是太低端的洗碗机冲洗力度小，清洗方位也不全面，像这个深一点的碗就洗不到了，而且烘干效果还不好，特别容易滋生细菌。另外太便宜的洗碗机一般容量都比较小，没办法用来洗锅，使用感上大大降低，根本达不到完全解放双手的效果。比如入门级别的洗碗机基本上都是涡流式清洗方式，不仅清洗效果差，还容易留下水渍。另外多数是采用冷凝式烘干，基本就是余温晾干，烘干效果差，用久了就会滋生细菌。而进阶级别的洗碗机清洗和烘干技术都相对成熟，一般都是喷淋式清洗，清洗范围广，力度强，可以更彻底的去除餐具上的油渍。另外在烘干方面也采用了更为先进的热风烘干或自动开门烘干，不仅烘干效率高，而且干燥效果好。除此之外，贵的洗碗机一般容量也大，大点的锅具摆放也毫不费力，而且在功能上也更加全面，比如有分层洗功能、消毒杀菌功能、72小时存放功能等等。显然这些优势也大大的提升了使用体验。4. 扫地机器人。扫地机器人被很多年轻人称之为居家必备神器，目前市面上的扫地机器人几百元的也有，但是你想让它听话，帮你承担家务劳动，那价格最少也要1500元以上的。便宜的扫地机器人和贵的区别，除了吸力大小不同之外，还有就是导航性能。一般便宜的都是那种陀螺仪导航的，基本都是随机式的清扫，撞到哪儿是哪儿，通过碰撞来改变方向，不客气的说就是人工智障。而贵的一般的都是 LDS 激光导航以及地图规划功能，导航的精度比较高，碰到东西的时候它知道避让，家里面的各个角落也都能够清洁到位。所以买扫地机器人想长期使用，就不要买太便宜的。市面上很多1000元级别的扫地机器人多数是杂牌产品，品控差，技术性能落后，虽然打着激光导航和大吸力的宣传口号，但实际用户的反馈体验极差。干了半辈子的家电销售，
总结出9大家电的首选品牌，建议大家看看。1. 中央空调，首选大金，4选日立、三菱。其中，大金的变频技术能够控制不同内机温度，日立强大的科研实力不容小觑，三菱具有生产专利压缩机的能力。虽然我不愿承认，但平心而论，中央空调在核心技术方面确实人家日系比较牛。2. 挂机和柜机，首选格力，4选美的、海尔。格力堪称是国产空调的实力担当，技术和口碑在分体空调领域稳居第一，而且故障率也仅有3%。美的收购了东芝后，拥有了东芝的变频技术，低价换市场策略，销量一度赶超格力，但要说口碑和质量确实不如格力。3. 燃气热水器，首选林内和能绿，目前是公认的燃气热水器领域的引领者，在技术方面是全球顶尖的，恒温效果非常好，比如林内的微火苗和能绿的32度微焰燃烧技术都可以更好的调节控制水温。国产品牌我也用过，在水温恒定方面确实还有差距，要说缺点就是价格要比国产品牌贵一些。4. 电热水器，首选 AO 史密斯，4选海尔和美的。史密斯自然不必多说，一直都是电热水器领域的技术领先者，专利技术数不胜数，比如双膜合一、AES 节能技术、金柜内胆以及金柜加热棒等。海尔品牌市场占有率最高，防电墙技术已经成为国际标准。5. 烟机灶具，首选老板和方太，4选华帝和美的。老板和方太的销量在市场占比60%，质量和品控有目共睹。其中，老板主打顶吸烟机，比较注重产品性能，在大吸力方面更有优势。方太侧重侧吸烟机，低噪音是优势，更注重产品的实际体验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品牌溢价肯定是有的。6. 电冰箱，首选海尔，4选美的和荣升。海尔冰箱不仅是国内第一，在全球销量也是排名第一，旗下品牌卡萨帝更是家喻户晓，在功能配置以及质量品控方面甚至赶超西门子。美的和荣升的质量不如海尔冰箱稳定性好，但性价比要高于海尔。当然不差钱的可选松下、LG 的进口机型。7. 电视机，首选 TCL， 4选海信和创维。TCL 在电视领域是国货品牌的王者，依靠 QLED 量子点、Mini LED 技术，在国际上销量仅次于三星、LG， 质量过硬不说，价格只要进口品牌的一半，性价比极高。海信是国内唯一可以与 TCL 抗衡的国产品牌，其主要方向是 ULED 技术和激光电视，国内销量不输 TCL。8. 洗衣机，首选小天鹅，4选海尔、美的。单轮资历来看，小天鹅是国内洗衣机起步最早的品牌，其整体销量不输海尔，尤其是水魔方系列，用户口碑和产品质量极为出色。海尔最出名的是 FPA 直驱电机，噪音可以到达行业内最低。美的主打性价比，和海尔相比还有一定差距，市场口碑一般。9. 洗碗机，首选博士和西门子，4选美的、海尔、方太。洗碗机作为舶来品，不可否认在技术和性能方面，博士和西门子要优于国产品牌。两个品牌不同之处在于，博士定位高端，西门子走平民路线。美的前些年一直为国外大牌代工，积累了丰富的技术，产品性能可与西门子抗衡。水槽式洗碗机是方太的首创，2023新年装新家。